1937年8月13日，淞沪会战正式打响。当天，中国空军出动76架次战机，轰炸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、惠山码头物资仓库及黄浦江日舰。因飞行员多为首次实战，投弹精度不足未命中敌舰，仅误炸租界内英国海军司令部，所幸无伤亡。此举激怒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晴，他下令轰炸上海周边机场，却在次日遭遇挫败。8月14日凌晨，杭州笕桥机场响起警报，日军18架战机来袭。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部升空迎战，最终击落重伤日机各2架，自身无一损失，取得814空战大捷。消息传至南京，蒋介石十分激动，地面战场同样激烈。第87师、第88师向日军据点猛攻，第88师264旅少将旅长黄梅兴率部冲向闸北至虹口的八字桥，面对日军碉堡的密集扫射，3次冲锋未果后，他亲率残余士兵发起第4次冲锋，途中被日军炮弹击中，壮烈牺牲，成为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殉国的第1位将军。其部下被奋推进至东江湾路，距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仅数百米，却接到蒋介石暂停进攻的命令。原来8月13日下午，英美代表以波及租界引发国际纠纷为由，要求国军停止强攻租界附近日军据点。蒋介石仍寄望国际调停，担心逼急日军断了调停可能，遂强令部队停工。这一停也是2天。日军趁机从旅顺、青岛调派2400名海军陆战队补充据点，原本濒临崩溃的日军重新稳住阵脚。8月18日，张治中终于等到继续进攻的命令，但日军已加固工事，新增重武器。更致命的是，日本陆军增援部队正火速向上海开进，中国军队速歼日军的计划彻底落空。当第87师士兵再次冲锋时，敌人火力已比此前猛烈1倍，子弹打在钢盔上叮当作响，士兵们只能趴在地上，眼睁睁看着战友接连倒下。张治中在指挥部急得团团转，他清楚日军登陆部队已逼近黄浦江，后续战斗将更艰难。8月23日清晨，黄浦江面雾气未散，日军登陆艇的铁锚咣当砸在狮子林附近滩涂。日本陆军第11师团、善通4师团士兵端着刺刀冲上岸，几乎同时，吴淞口也出现日军登陆艇。第3师团、名古屋师团先头部队奋力向岸上攀爬，他们的目标直指上海密门罗店。罗店位于沪太公路要冲，一边连上海市区，一边通太仓，一旦失守，上海对外运输线将中断一半。张治中得知日军登陆时，正前往第87师师部，日军持续轰炸炸毁了所有电话线路，他只能骑着自行车，顶着炮火向江湾疾驰，车轮碾过弹坑，汗水混着尘土滑落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一定要守住罗店。抵达江湾后，张治中立即下令第87师彭山率领的第11师、夏楚中率领的第98师全部北上罗店，趁日军立足未稳发起突袭。第11师33旅66团最先抵达，刚占领阵地便遭遇日军进攻，双方在阵外稻田展开血战，日军飞机空中轰炸，军舰江面炮击，国军士兵只能躲在战壕里，待日军逼近，再用刺刀拼杀。8月25日，日军逼近罗店镇中心，第67师201旅旅长蔡炳炎亲自率预备队从侧翼反击，他手持手枪冲在最前，喊着跟我杀，却被日军子弹击中胸膛，倒在地上的蔡炳炎临死前仍紧抓士兵的手嘱咐守住罗店，获追赠陆军中将，成为淞沪会战中第2位殉国的高级将领。失去指挥官的国军仍守住了罗店外围，但日军很快调来重炮，将罗店炸成一片火海。8月28日，日军趁火势冲入阵内展开巷战，国军得些时擅长野战却不熟悉巷战，士兵们在断壁残垣中与日军逐街逐屋争夺，至中午时分，罗店最终失守。与此同时，宝山县城迎来生死考验。9月5日，日本第3师团主力在海空火力掩护下，向宝山发起总攻，守军是第98师583团第3营，仅600余人。营长姚子青深知宝山重要性，对士兵们说，我们死在这里，也要守住宝山。一旦宝山失守，吴淞口与罗店的日军将连成一片，日军进攻一波猛过一波，飞机轰炸后是军舰炮击，炮击过后坦克冲锋，姚子青率部打退10多次进攻，战壕里积满尸体与鲜血。9月6日凌晨，日军投放燃烧弹、硫磺弹，宝山城内燃起熊熊大火，日军坦克趁机冲入，姚子青拔出刺刀喊着跟日军拼了，带领残余士兵冲锋，战斗持续至夜晚，全营600余名官兵无一人投降，全部壮烈牺牲。
毛泽东后来在演讲中专门称赞姚子青为中华民族的英雄。宝山陷落后，日军形成 L 型防线包围罗店，国军负责左翼作战的陈诚不得不取消第4次反攻罗店计划，下令全军后撤。至9月底，国军与日军在流行一带形成对峙。胡宗南率领的第1军采用昼彻夜反战术，白天边打边撤，夜晚反攻夺回阵地，虽将日军拖得筋疲力尽，自身也付出惨重代价。第1师营长及以下官兵伤亡达 80%， 第78师营长全部阵亡。站在流行的战壕里，国军士兵望着远处的日军阵地，心中清楚，这场仗远未结束，日军增援仍在向上海集结，而中国的地方部队，川军、桂军、湘军，这些穿着不同军装的士兵，正从全国各地赶来，即将在上海战场上续写更悲壮的抗争篇章。